围攻乌克兰出兵哈萨克，为什么这几年俄罗斯对邻居们的军事介入似乎变成了家常便饭？在普丁的领导之下，解体30年的苏联难道就要复活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普丁的苏联梦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从去年年底开始，俄罗斯以演习的名义，在乌克兰边境聚集了超过10万人的大军。而美国的情报单位指出，俄国很可能会在今年的春天向乌克兰开战。那虽然俄国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意图，但他们也警告，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罗斯也会采取必要的报复手段。而随着状况越来越紧张，各国也开始将人员撤离乌克兰，北约也增派了军队到东欧待命，双方剑拔弩张，几乎濒临了战争的边缘。而乌克兰的危机让全球陷入恐慌。不过，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会发现这一场冲突可能只是棋盘上面的一小步而已。在普丁的心中，似乎还有更大的野心要完成。究竟频频对邻居出征的俄罗斯背后有什么目的呢？按照惯例，在开始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奇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企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企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新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除了刚刚提到的乌克兰危机之外，过去20年内，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面可说是动作不断。2008年，俄罗斯与乔治亚爆发战争，并在战胜之后实质占领了乔治亚的部分领土。而2014年，俄罗斯则是突袭乌克兰，吞并了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并煽动乌克兰东部叛变，成立了亲俄的自治政府。除此之外，俄罗斯也积极的介入各国的内政问题，像是今年的1月，哈萨克爆发示威，民众上街要求政治改革，但在哈萨克总统的请求之下，俄罗斯火速派出了维和部队，迅速的压制了抗议民众。这几年来，在东欧、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越来越常见到俄军的影子。俄罗斯正在以老大哥的姿态重新建立欧亚大陆的秩序，而这些动作让不少人担心消失30年的苏联似乎即将再次回归。有的人可能对苏联不太熟悉所以我们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苏联的全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成立于1922年，是由苏俄、白罗斯、乌克兰等国创立的一个联邦制共产国家，由位于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执政，领导整个国家的运作。而二战结束之后，苏联控制了东欧地区，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资源，不只是当时世界领土最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和军事上面的超级强权。而为了争夺二战之后的话语权苏联带领的共产主义阵营与美国带领的资本主义阵营展开了经济、军事和太空科技的全面对抗，双方也在各地进行代理人战争，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到了198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遇上了困境，再加上内部的政治矛盾，导致苏联开始分崩离析。而1991年，莫斯科当局终于放手，宣布苏联解体，一代强权也就此画下句点。而苏联解体之后呢，分裂成了俄罗斯、乌克兰、乔治亚、哈萨克等10多个独立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慢慢的进行改革开放，各自的迈向民主化。只不过这几年，俄罗斯又开始干涉这些地方，似乎想和当年的苏联一样，再度成为欧亚大陆的强权。而这一次，他们不再是为了宣扬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夺取更实质的利益。许多专家认为，俄罗斯这几年这么积极的想要扩张，主要出自于能源、军事还有政治3个面向的考量。在能源方面，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布满了许多的管线，将天然气石油输往欧洲大陆。而这些能源对于俄罗斯来说，除了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非常好用的谈判筹码。他们随时可以切断管线，停止特定地区的能源供应，使得欧洲国家产生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像在德国，有超过1半的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而这些天然气是发
电取暖的重要来源。所以在这次乌克兰危机当中，德国之所以不太愿意谴责俄罗斯，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害怕天然气被切断，才不敢得罪普丁。而俄罗斯也清楚，能源是他们现阶段跟西方列强抗衡的最大筹码，所以他们非常努力想要扩张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天然资源。甚至哈萨克所处的中亚地区就蕴含了大量的石油还有天然气，只要掌控这块地，就有机会开采更多的能源，或是更有效率的铺设管线，进一步的增加俄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让他们站稳能源霸主的地位。而在军事方面，俄罗斯则希望扩张军事的版图，跟北约互相抗衡。在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前苏联国家，像是立陶宛、波兰、捷克，一个接着一个跳槽到北约，跟美国站同一阵线。而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北约也开始在东欧建设军事基地，就近的监控俄罗斯。而随着北约势力版图越来越大，让俄罗斯政府越来越不满，他们希望这些前苏联国家重新回到俄罗斯的掌控，成为俄罗斯周围的缓冲区，避免北约的军队直接跑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对首都莫斯科造成威胁。简单来说，普丁希望可以重新划设冷战之后的欧洲边界，建立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军事区域来对抗西方势力。而最后，俄罗斯之所以动作这么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丁个人的政治野心。普丁出生于苏联时代，也担任过苏联的特务人员。对他来说，苏联就是养育他长大的母亲，也是繁荣、强盛、伟大的代名词。所以，当普丁看到苏联垮台之后，俄罗斯经济衰退的模样，他的内心非常难受。普丁曾经表示，苏联解体就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很多专家的推测，在普丁心中，应该一直抱有复兴苏联的远大理想。而为了让前苏联国家再一次的团结，普丁常常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心战喊话，像是对乌克兰说：“我们都是同文同种，俄乌一家亲”等等。这听起来有点耳熟的这个宣传话语。甚至呢，普丁还曾经公开说过，俄罗斯的边界无止境。那虽然他马上澄清只是个开玩笑，但多少也透露出他想要收复失土的野心。而对普丁来说，复兴苏联不只有感情上面的意义事实上呢，也对他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帮助。普丁发现，对外的军事活动可以转移民众对于国内问题的不满，也可以激发民众爱国心，巩固自己的政权。2012年左右，普丁深陷选举舞弊的风波，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普丁的民调呢一度跌落谷底。但是到了2014年，当普丁决定出兵乌克兰占领克里米亚的时候，民调马上止跌飙升，让他再度成为了受民众爱戴的强人总统。而尝到甜头的普丁从此发现，打仗救民调的流量密码，时常透过对外的军事行动来维持自己的支持率，直到今天仍有一半的俄国民众支持普丁2024年后继续当总统，认为只有普丁才有办法让俄罗斯再次伟大。而普丁想要壮大俄罗斯的计划，不是只有嘴上说说而已。为了重回苏联时期的光辉岁月，俄罗斯其实早就开始动作了。根据外媒报道，普丁掌权下的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民众的战争意识。过去8年，俄罗斯透过学校、媒体、教会不断的宣传祖国被敌人包围的想法。从俄罗斯官方的宣传来看，是西方势力在俄国的周边增加军队，并且用经济制裁手段打压俄国，才会让他们的处境如此的艰辛。不少俄国人也认为俄国并不是邪恶的侵略者，而是西方霸凌下的受害者。那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适当的向外扩张，成为了他们的唯一出路。那虽然说还是有很多俄罗斯人对战争没兴趣但在长期的宣传之下，大家也对发动战争这件事情感到越来越麻木。如果哪天普丁真的要对其他国家动武，国内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弹声浪。而对外政策上，普丁则开始要求前苏联国家的领导人要在亲俄和亲欧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选择亲俄，跟普丁站在同一边，那恭喜你马上就可以获得俄罗斯老大哥的照顾。如果你的国家发生抗议游行，俄罗斯会出兵帮你摆平。要是你的经济遇到困难，俄罗斯也会花钱帮你渡过难关。但如果你选择亲欧，跑去投靠西方国家，那通常就不会有太好的下场。俄罗斯可能会常常跑到你的附近进行军演，射射飞弹施有武力，让你知道老大哥厉害，也可能会暗地里扶持亲俄的武装分子，让你的国家陷入分裂危机。总之，透过这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方式，普丁一步一步的重新建构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
许多专家认为，这次乌俄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只是普丁在试水温而已。一方面，普丁想要测试美国，看看拜登政府在去年狼狈的阿富汗撤军之后，还有多少意愿插手别国的事务；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测试北约到底团不团结，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弹力道。而这一次的结果可以让普丁拿捏如果俄罗斯未来还要再度的扩张，会遇上什么程度的阻碍？那么在乌克兰之后，下一个冲突点会在哪里呢？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线索，不过普丁曾经说过，他会保护所有境外的俄裔人口，捍卫俄语地区的安全。而在哈萨克立陶宛、爱沙尼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当中，都有不小比例的人口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动荡，普丁就可能用保护俄罗斯人的名义出兵占领这些地区。然而，这些都只是推测毕竟普丁最常用的策略就是不按牌理出牌。或许知道俄罗斯下一步的只有普丁自己吧。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我也要特别谢谢志祺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更多国际议题的影片。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回到今天的议题我们之所以想要做这一集，不是为了强调普丁好坏坏，或者是俄罗斯有多么的霸道，毕竟军事扩张干涉内政这件事情呢，美国、中国也都会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俄罗斯这几年军事活动真的比较频繁，再加上普丁正在寻求延续政治生涯，因此他会不会利用对外战争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才是大家特别担心的地方。而话要说回来虽然普丁似乎有复兴苏联的理想，但我们觉得苏联跟俄罗斯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过去苏联内部的成员国之所以会听命于俄罗斯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更是因为对共产主义有认同感，才让大家团结在一起。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各国已经没有共产主义作为粘合剂了，这些国家如果拿不到实质的好处，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当俄罗斯的小弟。再加上很多前苏联国家已经民主化，许多人习惯了自由的生活，对相对专制的俄罗斯感到反感，尤其年轻世代根本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这个光辉岁月，对于普丁提出的愿景很可能一点共鸣都没有。目前看起来，不少前苏联的国家弥漫着强烈的反俄情绪。如果普丁真的希望俄罗斯能够再度的成为欧亚大陆的老大哥，那么要如何赢回大家的信任，跟各国建立友善的伙伴关系，或许才是普丁的最大挑战吧。好的，那今天的这集呢就聊到这里最后想问大家，关于俄罗斯或是普丁，你还会想要了解什么主题呢？俄罗斯如何用能源控制欧盟？比乌克兰与俄罗斯为何冲突不断？自己让普丁最害怕的那个男人？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普丁为什么一直想要对外扩张。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普丁凭什么一直当总统，以及白罗斯的人造难民潮。那么今天的这一集其实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